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76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亚当。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一双中乔体育的魔力5 Pro。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这一双鞋的整体造型非常具有力量感，光看外观就能明显感觉到这一双鞋就是为了外场实战而推出的。当然，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它的定位就是一双外场鞋。但是如果你想要买这一双鞋去打外场，你大概率是会失望的。球鞋的大底纹路确实在深度和粗度方面都有着比较不错的表现，但是它所使用的大底橡胶明显偏软，在硬度计的测试下，读数只有60出头一点的样子，基本上没有办法去应对外场的水泥地，即使是塑胶场地，也只能算是勉强够用。我这一段时间穿它打了几次室内的木地板，在主要的受力点位置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磨损痕迹，所以即使定位外场的篮球鞋，也并不一定耐磨。希望大家谨慎选择。而它在抓地方面的表现非常出色，在干净的场地上面能够做到想停就停的水平，不管是哪一个方向的急停，脚底下都不会出现多余的滑动，并且纹路之间的空隙做的也非常大，在吸灰方面也同样有着出色的表现。如果场地上面有灰尘，它的抓地力也不会出现特别明显的下降，抓地表现完全没有问题。在中底方面的表现，如果把前掌和后掌单独拿出来，它们的表现都非常出色。前掌重心控制的比较低，在场地感以及反应性两方面都有着不错的表现。在突破的过程中，中底不会有任何的泄力感出现，脚底下的感觉非常直接，并且在做到拥有出色反应性以及场地感的同时，它的脚感也并不糟糕，体感上不会有硬的感觉。前掌的调教做得非常出色，而在后掌整体的厚度适中，并且缓震表现也非常棒。我180斤的体重，即使单纯用脚后跟着地，震脚的感觉也比较轻微。它的中底缓震绝对能够满足160斤以内的所有球员，即使你对于缓震的要求比较高，它也能够让你满意。在鞋面方面，魔力5 Pro 使用了大面积的 TPU 混纱加上热熔材料组合而成，在强度方面的表现非常出色，再加上侧面大面积 TPU 以及大底橡胶的上扳，进一步提升了球鞋的侧向支撑，不管做什么动作，鞋面都能够很好的兜住双脚，在做变向或者侧向蹬地动作的时候，心里面非常踏实，并且它的鞋面在拥有出色强度的同时，在透气性以及舒适度这两方面也都得到了保证。球鞋在鞋头以及侧面降低了编织的密度，提升了球鞋的透气性，夏天穿它打球也不会出现特别明显的捂脚感，并且整体的鞋面硬度适中，在运动的过程中完全不会出现鞋面卡脚或者是鞋带勒脚的情况，表现非常棒。球鞋的鞋楦宽度略微偏宽，并且内靴的开口也非常大，不管是宽脚还是高脚背的朋友都可以选择这个鞋款。在尺码的选择方面，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的42码还是比较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如果你的脚特别的宽可以适当选大一个尺码，这样可以得到更好一些的穿着体验。我的脚型略微偏窄，在穿这一双鞋做侧向蹬地动作的时候，脚在鞋内会出现一定的位移，但是不算特别严重，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而它在中后段的锁定做得非常出色，在急停急起的时候完全不会出现任何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现象，而且还保证了球鞋的整体鞋脚一体性。而出色的鞋脚一体性加上它单只42码390帕克的重量表现，穿在脚上的体感重量还是比较轻质的，球鞋的存在感并不是特别明显。它的稳定性表现也同样非常棒，合适的中底重心加上宽大的大底，并且球鞋的中底在外侧做出了全方位的包围，这些设计都让这一双鞋拥有了出色的稳定性表现，穿它打球心里非常踏实，做动作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说了这么多，你一定会觉得这一双鞋好像挺不错的，在各方面的表现都挺好，对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一双鞋身上的缺点。第一点就是这一双鞋的整体强度，虽然这一双鞋的整体外观看上去非常具有安全感，看看这个侧面大面积的 TPU， 看看侧面这一个夸张的大底橡胶上扳，再看一看它中底的 TPU 面积，也挺大的。但是这一双鞋身上的这些东西都非常的软，尤其是在穿了2次之后，它身上的这一些塑料件在强度方面就会有特别明显的衰减。在做一些大幅度变向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脚底下的球鞋
鞋会出现比较夸张的形变。虽然对于大部分篮球爱好者来说，它的强度绝对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体重比较大或者打球强度比较高的兄弟选择了这一双鞋，那它的强度就不够用了。而这一点并不是这一双鞋身上最大的缺陷，它最大的一个缺陷在于它的中底。虽然它的中底在把前后掌分开单独拿出来说的时候都有着比较不错的表现，但是放到一起之后，在穿着体验方面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首先就是前后掌的过渡，球鞋的中底龙骨落差控制的并不出色，前低后高的感觉非常明显，并且因为中底 Goo Pro 的调教偏软，再加上它中底的这一种前掌很薄，后掌略厚的设计，穿在脚上就明显感觉到前掌略硬，而后掌则变得很软。在跑动的过程中，前后掌的过渡比较糟糕。如果单纯用前掌进行跑动，感觉还是不错的，但是一旦是用全掌跑动，跑动的感觉就会变得非常难受。而且因为中底偏软的调教，再加上它的中底只在一侧做出了加强，这就出现了在跑动时中底力线会往内侧偏移的情况。穿着时间久了之后，脚踝所受到的压力会非常大。有脚踝或者膝盖方面伤病的兄弟，千万不要选择这一双鞋。这一双鞋我并不是特别推荐大家去进行购买，穿着时间久了之后，脚踝啊、膝盖啊，还真的是蛮遭罪的。尤其是在座各位还在发育过程中的青少年朋友们，好吧，这个鞋款我绝对不推荐你们购买。魔力5 Pro 这一个鞋款，如果你把它拆开，每一个方面都单独拿出来讲，他们的表现确实都非常不错，但是组合到一起之后，在整体的穿着体验方面，它的表现却并不出色，甚至可以说是有一些糟糕的。把1+1做成了小于2的答案，确实让人有点失望。中乔在这一年里面推出了不少好鞋，但是他们总是有一阵没一阵的，有时候推出来的鞋很不错，那又有的时候好像又回到了原来中乔篮球鞋的样子，有点像金庸笔下裘千仞和裘千丈的感觉。你永远都不知道他下一双推出的篮球鞋会是这两个孪生兄弟之中的哪一位。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